何家楼唱歌，3年前我娘病入膏肓，凡间有事无益，我只好把年幼的妹妹托付给三叔公。为求一颗救命的仙丹，我徒步千里，一路磕头求见了太微门，成为弟子，才有可能拿到仙丹。可老天不开眼，我是无心杂灵根修仙界公认的废纸，连踏入仙途的资格都没有。为了留下，我甘愿当砍柴杂役，我不求长生，只求换来回春丹救母。还差10斤，再赶10斤黑檀木，就能在龙仙田去换回春丹了。你干什么？本少爷借你的柴交个差怎么了？这是我的柴，还给我！我娘病重，就等着我换药救命啊！想要贡献点，满山的黑檀，你慢慢砍。不走！下面肯定要重重责我。我连这条贱命都要保不住了，拿什么去救你啊？年轻的樵夫，你丢的是这把杨柳纯金打造的金斧头，还是这把冰寒密银的银斧头啊？老人家，这可是太微门地界，那些管事和弟子平时飞扬跋扈，打死个人跟碾死蚂蚁一样。您看着面生，趁没人发现赶紧下山吧，免得惹上麻烦。你这后生自己都火烧眉毛了，还有闲心替老小操心？后生，你掉的是这把金斧头，还是这把银斧头？老人家，这2把斧头虽然是宝贝，但不是我的东西。我只要我那把铁斧，我得赶紧找到它，把柴劈完。不贪不忘，明辨是非。好，好，好。既然你只要这把铁斧，那它便归你了。后生，好生善待。多谢老人家。被抢走的那份，我必须赶在天黑前双倍补回来。今天就算这双手砍废了，也得劈完。什么情况？劈歪了？这棵黑檀树有问题。不是树有问题，是我这把斧真好劈，别说补齐缺口，就是再砍1000斤我也劈得完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再劈了。这黑檀木极其坚硬，我一个毫无修为的杂役，若是半天劈出好几千斤，肯定会严惩我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一旦这把斧头的秘密暴露，不仅拿不到回春丹，甚至连命都会丢掉。必须低调，绝不能露出任何破绽。长庚，把你的柴放上来吧。李叔，这是今天的份额，您过过秤。不多不少，正好达标。你这孩子也是命苦啊，但这3年的苦功总算没有白费，1万个贡献点凑齐了。多谢李管事，那我娘的回春丹
哥啊，外门杂役想要换取仙丹，手续极其繁琐，我今晚还得去一趟内务堂和丹药房，替你走一趟通报流程。你先回屋歇着，明日一早来我这里拿丹药，你娘有救了。李管事大恩大德，长庚永世难忘。明日一早拿到回春丹，娘的病就有救了。白天劈柴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用力，只是单纯的握着它，那种感觉，仿佛它能直接感知到我的意念。这是什么？叔兄，得罪了。不仅没死，还撞了，木也抽出了新芽。这裂缝后面难道是什么仙家宝地？不行，这么大个裂缝敞着，要是有人进来，我小弟就交代了。夫人开天，福贝合剑。这斧头竟是钥匙，这斧头定是那灰袍老人家赐给我的仙家异宝。走进去，说不定能踏上仙途。可我武艺修仙，明天就能换到回春丹，拿到药，我就回村救娘，绝不能节外生枝。长庚啊，醒了吗？你换回春丹的事儿出岔子了。长庚啊，上面只给了这颗废丹，太尉们定下这规矩时，压根就没想过有杂役能够载过cung仙殿。毕竟那黑檀木硬如精铁，正常人早就累得受不了了。仙凡有别，那些仙长咱们惹不起。这废丹里虽然满是丹毒，但我问了，能勉强保你娘7、8年的命。你想开点儿，别做傻事儿。再等2天，我和兄弟们给你操点盘缠。你拿着丹药下山吧，陪你娘最后一程。仙门断我活路，看来想救娘，得看那道裂缝里有没有什么机缘。那把邪符是开启裂缝的关键，必须把它昧下来。李叔，有个事，我昨天弄丢了仙门的斧子，这怎么办呀？会不会降罪？无妨，我回头报个损耗便是。于情于理，他们也不该再因为这点小事难为你。多谢李叔，这3年您没少关照我。下山之前，我再去后山给您多批些柴留着。好孩子，去吧，去库房再领一把。做完那件黑檀木，人间裂缝半个时辰，都能抽出了新芽。如果枯木都能活，那这颗满是丹毒的废丹放进去，能不能洗掉毒性，变成真仙丹？指望他了。好热，怎么回事？身体里好像有一股无形的气流在血管里乱窜。这白雾有古怪，不管这白雾是什么，这地方的神医绝不能走入半点风沙。
子，这屋子被某种阵法封死了。毫无变化，看来这地方虽然神奇，但对这种已经炼制成型的丹药起不到什么作用。好渴，这井水不知道能不能喝。应该没毒。小腹这里凭空多了一团炽热的气，这是传说中的丹田。我明白了，这雾气不是普通的水汽，而是所谓的灵气。那口井里的也不是普通的水，而是灵气凝成的灵水。所以刚才仅仅是一滴，就激活了我的经脉，让我有了丹田。可是这股气根本调动不了，一往四肢走，就针扎似的疼。不好，刚才晕过去，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得赶紧回去。万一到白天了，碰到有人闯进屋里撞见我回去，那就彻底完了。天还是黑的，应该没耽误太久。陆长庚，滚过来！本少爷听说，你这个废物昨天从执事堂弄到了一颗丹药，赶紧交出来！哼，不给，给我打！是人，你好，要忍下去。几口精药神奇，这些人的决定打在我身上，竟然没那么疼。长庚，光天化日，他怎么敢在杂医院明火之照的枪枪？还有没有门规了？门规？你一个凡人管事，也配跟本少爷谈门规？你说，长庚，别管我，带上药，跑！找死的老狗！既然你活腻了，本少爷成全你。放开他！放肆！宗门重地，岂容你随意打杀管事？滚！求长老救李管事一命！老夫已用灵力封住他的心脉，能保他3日不死。你小子重情重义，骨头也硬。随老夫来执事堂，老夫给你真正的造化。这里头有真正的回春丹，你怀里那颗废丹，只能让你娘在痛苦中苟活。护木峰住着一个疯老头，去他身边给我找一样东西。事成之后，这颗回春丹就是你的了。不仅如此，老夫还会亲自引你入道，带你踏上修仙之路。老夫不信口头承诺，这是噬心咒，敞开心神接纳它。敢有二心，老夫只需心念一动，你便会爆体而亡。给你半炷香的时间考虑，想清楚，是接下血符，还是带着废丹滚下山？李叔，你别说话，留着力气。听我说，别去那枯木峰，是死地。这些被派去那里打杂的外门杂役，最后都不明不白的死了，尸首都没抬出来。
药园里那个怪老头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七长老绝非善辈，他这是让你去送死。别管我了，你拿着药，赶紧下山去救你娘。这里有几块碎灵石和家信，带我交给山下村子的阿修，告诉他，爹没用，不能陪他出家了，千万别去，快走！连生连死都在乎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咽气。而且这颗废丹只能让娘多熬7、8年，真要挽掉病根，必须得有真正的仙丹。他要给我种草，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找东西，他是要牢牢把我困在掌心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有筹码和他谈。想好了没有？我可以去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你一个蝼蚁，敢跟老夫谈条件？第一，现在就救李管事，并派人送他下山。可以。第二，现在就给我，反正你给我中了招，我也跑不了。事成再给你。好吧，那我要一本基础的草药书。我一个凡人，连杂草和灵药都分不清，去了也是2眼一抹黑，怎么替长老找东西？有了图鉴，再去收集种子，我就能在仙府的灵田里自己种，哪怕将来你耍赖，我也能靠自己凑齐仙丹救娘。条件老夫已经兑现，到你了。我赌这小子撑不过3天。我赌5天。哎，小子，你要不要也下个注？要是赌赢了，我们到时候替你收尸。2位仙师，我一个穷杂役，哪有临时下注？我不赌。莫师叔，新派的杂役带到了。把这些毒瘴草种到黑泥里，天黑前种不完，就把你剁碎了当化肥。毒瘴草，图鉴上说了，凡人处之即死。这老头想要我的命，先生，我是凡人，碰毒草会死的，干不了。人是毒草，凡人。命已经凝去丹田，还敢在老夫面前装神弄鬼！先生饶命！什么是丹田啊？我前天在山里饿极了，吃了一颗烟果，这鱼醒来后力气就变大了。经脉闭塞，气如一团乱麻，确实没休息过。按着书上的口诀，把灵气逼到手掌再去刨地。毒死就是你蠢。那边有个偏屋，滚去纳水。记住，自夜之后，这院子里不管发生什么，哪怕听到老夫叫你，也绝不能推开那扇房门，否则你连做化肥的资格都没有。这老头脾气古怪，下手也黑。七长老把我送过来，却不说找什么，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不管了，先熟悉这里再说。送我来的那2个弟子打赌我活不过3天，这地方果然凶险万分。不过既然那老头说守规矩就没事，我便先老实待着。若真到了生死之际，大不了我就投进仙府里躲。前面的那些杂役，恐怕都是被毒死的吧？不行，我得抓紧修炼。
把灵气逼到手掌上，护住自身。一层都冲不过去。再来一次，给我破！不好，还是不行。七六刚撞上那个点就散，根本冲不破。难道这功法是假的？前辈，昨晚我练了，但提炼出的气刚进经脉就散，根本聚不起来。聚不起来？你是什么灵根？无心杂灵根。无形灵根，难怪祁老鬼派你来，看来他知道的不少。谢师前辈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长庚。以后叫我莫老就行。那些虚头巴脑的闲事称呼，老夫听着恶心。是，莫老。你可知道为什么武灵根没法踏入仙途？天道讲究五行俱全，武气调和。正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寿100年耳。要修仙，就得多天地造化逆天而行。单灵根对其他灵气毫无反应，只掠夺仪器，修行起来自然势如破竹。而你呢？你吐纳时，武器必定同时汇聚，缺一不可。你想修仙，就得耗费成百上千倍的精力，把天道给你的平衡做好。这就是强行拆解的下场。培养一个武灵根到筑基的资源足够几10个单灵根筑基，到结丹需举全门之力，飞升更是痴人说梦。所以武灵根修仙是一条痴心妄想的死路。死路？那要是齐长老的承诺落空，要怎么才能救你？不过曾有人创出过一门功法，按照他的假设，这功法不仅能调和武气，还能借五行相生，使武灵根爆发出远超同阶的力量。但这仅是假设，而且就算真有人练成了，这世间灵气稀薄，根本没法支撑武灵根往深处修炼。这便是那功法，你拿去吧。就这么轻易的给我了？我教你是有代价的。至于代价是什么，你将来就知道了。图我的利用价值，这就对了。不怕被利用，就怕连被利用的资格都没有。多谢莫老赐法。滚开！你只是老夫手中的一枚棋。晚辈明白，前辈虽然是在利用我，但至少您愿意教我真本事。我只会借这小子来谋划我的大计，到时候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祁老鬼，你以为送个武灵根来就能拿到掌门师兄的功法？天真！
勾法确实管用，可这里灵气稀薄，大半天时间才勉强走完一个周天。但我有仙符，那里的灵气浓度比这药园高出100倍、1000倍不止。老头又发狂了，刚好他这副样子绝不会过来探查。在这里修炼也确实比外面快，可我这灵气剥离的效果太差，费尽力气转化后只能留下1掌。这仙符能开辟空间，绝非凡物。如果把灵气灌进去，会发生什么？竟然能直接吞噬灵气，化作最精纯的5行灵液反哺给我。而这口灵气又能缓慢生出新的灵气补足空间。仙符里生武器，灵界供给资源。如此一来，把这个5行废体修炼起来，说不定比那些单灵根的天之骄子还快。